你知道吗？当你的银行经理悄悄提醒你，定期存款可能无法随时支取的时候，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隐情？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可能会震动你理财观念的真相。各位朋友，如果你手头有一笔超过100万的定期存款，尤其是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长辈，请你一定要认真听我接下来说的话，这不仅仅关系到你的利息收益，更直接影响到你晚年生活的经济安全和应急能力。我叫蔡志林，在一家大型银行服务了将近30年，从最基础的柜员一路做到分行的资深经理。这些年来，我经手过无数客户的存款，见证过市场的起起伏伏，也目睹了许多人因为理财观念上的小小偏差，而让辛苦攒下的积蓄暴露在风险之中。特别是今年以来，银行内部的气氛越来越不寻常，高层会议中频繁讨论资金流动性紧张、跨境资本异常波动，还有长期通胀环境下的资产重配置议题。每次开完会，我心里都沉甸甸的，尤其是看到许多老客户依然把定期存款当作唯一，也是最安全的理财依靠时，那种职业良心上的不安就更强烈了。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上个月来办业务的陈伯伯，他今年75岁了，以前是位小学老师，和老伴两人把退休金加上早年攒下的一些积蓄，总共300多万，全部放在我们银行做定期存款。每次到期转存，他都会笑眯眯的把存折递给我，说：蔡经理，这笔钱是我们老两口的棺材本，存在银行最踏实，利息虽然不多，但晚上睡得着觉。看着他信赖的眼神，我一边帮他办理手续，一边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像陈伯伯这样的长辈非常多，他们这一代人勤俭一辈子，对银行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任，认为定存就是绝对安全的港湾。但作为一个业内人，我深知金融体系远非表面看起来那么风平浪静，尤其是当一些新的政策变动正在酝酿时。而最让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些信息分享出来的是总行已经明确将在12月开始推行的一项新规定。这项规定主要针对高额的定期存款客户，推出了一套所谓的资金灵活调度安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专业，好像是为了客户好，但它的实质内容是，一旦金融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或银行自身流动性紧张时，银行有权对超过一定金额的大额定期存款暂缓或延迟客户的提款申请。换句话说，你的钱虽然是你的，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你可能无法像往常一样随时想取就取。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类似的事情以前在个别金融机构已经发生过。我记得去年南部就有一家信用合作社因为投资出现问题，临时冻结了部分大额存单的兑付，营业厅里挤满了焦急的客户，有位老人家握着存折的手都在发抖。他说这笔钱是等着给老伴做心脏手术的，那一刻的无助和恐慌让我至今难忘。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12月新政，我实在无法再保持沉默。作为一个银行人，我当然不能直接劝客户都把定存取走，但作为一个还有良知的从业者，我更不忍心看到那么多像陈伯伯一样的长辈，因为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陷入被动。因此，我经常私下提醒我的熟客和亲朋好友，无论如何，一定要提前做好下面这4个准备，这可以说是守住你晚年财务安全底线的生命线。首先，你一定要确保手头有足够灵活的活期存款和现金，我建议至少占你总资金的30%左右，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钱都锁死在动辄3年、5年的长期定存里。我给我80多岁的老母亲就是这样安排的，她总资产的 30% 就放在随时可以动用的活期账户里。去年有一次，她家里卫生间的水管半夜突然爆裂，水淹的到处都是，需要立刻请工人来抢修并更换管线，那是一笔不小的突发开支。正因为有这笔活钱在，她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完全没有因为钱取不出来而干着急。还有一次，她常吃的某种慢性病药物因为厂家问题暂时缺货，需要自费购买一种替代的进口药，也是靠这笔灵活资金度过了难关。所以你看，生活里的意外总是突如其来，当你有一笔随时可用的钱在手上，你心里就稳了，应对起来也能从容不迫。其次，你必须认真对待通货膨胀这个看不见的财富小偷。
你的钱放在银行，数字虽然在增加，但购买力可能却在偷偷下降。我们银行内部做过测算，如果过去5年你把钱存成定存，表面上赚了点利息，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你的实际购买力很可能是缩水的。这就好比5年前100块能买1袋米、1桶油，再加一些菜，现在同样的钱，可能连1袋好点的米都买不到了。所以，我们需要为资金寻找能够对抗通胀的盾牌，其中黄金就是一个历经时间考验的选择。它不像纸币，它的价值内在比较稳定，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认可。现在投资黄金也很方便，不一定非要买金条放在家里，可以通过银行或证券公司购买黄金 ETF， 它的价格走势和实物黄金基本同步，买卖灵活，门槛也不高。另外，你也可以关注一些抗通胀债券型基金，这类基金是专业的基金经理帮你打理，主要投资那些利息会随着物价指数上涨而调高的特殊债券，目标就是让你的投资收益能跑赢通胀，保住你钱的实在购买力。对于退休族来说，配置一部分这类资产，就像是给退休金穿上了一件防弹衣。接着，我要跟你聊聊定期存款本身该怎么存才更聪明、更安全。我从来不建议任何人，特别是年纪大的朋友，把一大笔钱一次性全部存入期限很长的定存，比如5年期、7年期。我推崇的是阶梯式存款法。什么叫阶梯式呢？就是把你准备用于定存的这笔钱分成几份，分别存入不同期限的账户。比如说，你有100万，不要全部存一个3年期，你可以把它分成3份，30万存1年期，30万存2年期，40万存3年期。这样操作的好处是，从明年开始，你每年都有一笔定存到期。如果这一年你平平安安，没有急需用钱的地方，那这笔到期的钱连本带息，你可以再继续转存一个期限较长的，享受当时较高的利率。万一这一年里，你突然需要一笔钱用于医疗或者家庭急事，你就可以动用这笔到期的钱，而不会影响到其他还在锁定期内的存款利息。这种方法既兼顾了定期存款相对较高的收益，又保留了一定的资金灵活性，特别适合求稳的退休族群。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条，你的钱千万不要只存放在一家银行。很多人因为习惯，或者觉得某家银行服务好，离家近，就把所有的储蓄，无论是活期还是定期，都放在这一家。这其实潜藏着很大的风险。虽然我们有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额度内，比如300万，你的存款是受到保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家银行本身不会出任何问题。金融机构的经营是复杂的，一旦它自身遇到严重的资金困难或经营危机，超出存款保险额度的部分，你的资金安全就会面临不确定性。而且，把所有资金集中在一家银行，也让你在面对我们开头提到的延迟提领政策时，完全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我的建议是，至少选择2到3家信誉良好的大型银行，把你的资金分散存放，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是金融世界里最朴素也最有效的真理之一。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让我非常敬佩的老客户，许爷爷。他今年90岁了，退休前是位中学校长。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我记到现在。他说：志霖啊，我活了快1个世纪，看过太多人一辈子为钱所困，为钱所累。钱这个东西，说到底，应该是带来自由和底气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把我们捆住的锁链。许爷爷的理财方式就很有智慧，他从来不会把大笔资金做成动不了的长期定存，总会保留足够的现金在身边。他也很早就配置了一些实物黄金，用他的话说，乱世藏金，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就算数字化的时代，手里有点实实在在的硬通货，心里都不慌。前几年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市场波动很大，有些邻居为物价和资产缩水发愁，许爷爷却因为早有准备，生活基本没受影响。从他身上，我真正体会到，理财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数字的最大化，而是通过合理的安排，换取一份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从容与安宁。另外，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在银行工作这些年观察到的现象，我把它叫做40岁分水岭。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财富的真正积累和快速增长，往往是从40岁左右开始的？有研究数据支持这个观察。
一个人一生中80%-90%的收入是在40岁之后赚取的。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意外，但仔细想想很有道理。我们20多岁刚出社会，是在学习和摸索，赚钱能力有限。30多岁成家立业，买房养娃，开销巨大，常常是赚得多，花的也多，很难存下大钱。而到了40岁，情况不一样了。我们在职场或生意场上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人脉，能力进入成熟期，对社会的运行规则和风险陷阱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家庭基础也相对稳固了。这个时候，收入能力上来了，同时如果还能管理好消费欲望，那么财富的雪球就容易滚起来了。所以40岁可以说是理财的黄金起点。对于年轻人来说，要明白积累的阶段性和必要性。对于已经过了40岁的朋友，更要珍惜这个财富创造能力最强的时期，做好规划和配置。12月的政策变化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我并不是什么能预测未来的经济学家，我只是一个在银行窗口后面工作了快30年的普通人。但我真心希望通过我的这些分享，无论是我的客户，还是正在听我说的你，都能对手中的资产多一份审视，多一份规划。定存可以是你理财组合中的一个部分，但它绝不应该成为你唯一的依靠。真正的财务安全来自于流动的活钱、抗通胀的资产、聪明的存款策略和分散风险的布局。财富的积累需要时间和耐心，合理的配置就是最好的加速器。无论你现在是40岁、50岁，还是已经退休，开始行动永远都不晚。相信在我们共同家园的稳定发展下，我们每个人的辛勤积累都能找到稳健增值的途径，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安心，更加红火。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给我点赞，也分享给你身边关心的人。欢迎订阅健康之道频道，财务健康是人生健康的重要基石。在这里，让我们互相陪伴，一起学习如何更好地守护我们辛劳一生的成果，安稳踏实地过好每一天。